失忆的夫君想起，他是无情道的天之骄子。和离时，他给我留了补偿。等我打开宝箱，开出了个男人。啊，是惊喜箱子。后来我写信感激前夫，谢谢你送的箱子，里面的男人很好用。我们准备成亲了，他要现场表演后空翻，你要来看看吗？李仙云连夜御剑奔来，清冷的脸庞几欲崩溃。我没在箱子里放人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李仙云为了帮我找失踪的母鸡，劈开了整座山。惊动仙门后，他们找了过来。仙人们跪在了我夫君面前，声泪俱下。我才知道，捡来的夫君是封印魔尊的天之骄子。3年前的大战，他失踪了，成了我的枕边人。清风霁月的仙尊坠入凡尘，从此天天喂鸡喂鸭，替猪接生，贪恋被窝的温暖。等李仙云服下恢复记忆的灵药，他缓缓睁眼，瞬间眼清目明，朝我道歉：“对不住，陈姑娘，我要回去救天下苍生。”我关心地问：“没事，快秋收了，你有空就回来帮我割麦子，行吗？我一个人干不完活。”以往，李仙云一个人顶我们一个村的青壮年劳动力，年年割麦他第一，替我赢了一群母鸡。有他在，我的收成不必担心。可听到我的话，旁人都捂嘴笑了。一个白衣女子红了眼眶，跪在我面前，哀求道：“陈姑娘，李仙尊在你这里已经浪费了3年，苍生受灾，民生疾苦，你怎么能自私地独占他一人？你只关心你自己，却不顾天下。你的家人是这样教你的吗？可我是孤儿，而且李仙云干活很快，不用1分钟就能收完麦子。难道这苍生只有他一个人能救？在座的仙人都是没用的吗？”我很好奇，但没问出口，因为所有人都盯着我，像在看一个蛮横的泼妇。普通人就这样，心中只有情情爱爱。他就是想独占仙尊，要不是因为魔尊，怎么会让他亵渎了李仙尊？我看向李仙云，昨晚他还在床头哄我，再亲一次，我明日多砍些柴火，好吗？今日李仙云只是撩起眼皮，拿出了一份和离书。陈姑娘，劳烦签字，我可以补偿你。其他仙人不满。李仙尊，他一个普通人受你恩泽，已经能延年益寿，这是他天大的福气啦。他应该和你磕头道谢才对。您还给他补偿？没等我掀翻他们的茶水，李仙云叹息，抬手止住了反对声。我以为他要说清楚我对他的比如我从野狗嘴里把他救下来，手臂被撕了一片皮，至今还留着疤。为了找药草治疗他的伤，跌断了手臂，又在大雨夜赶回来煮药。那时李仙云眼眶潮湿，握着我的手许诺，白首不相离。可现在李仙云从上往下看我，眼神里带着怜悯。我白费了3年无所谓，可人生100年，这3年对陈姑娘来说是珍贵的岁月，我应该补偿她。我耳朵嗡嗡，对她来说这是白费了3年。男人就算成仙，依旧薄情，和我爹一样，考了功名就逼着糟糠之妻和离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实际高高在上。但我不像娘亲，丢了男人就跳崖寻死。我怕疼怕死，连忙在和离书上签字。可一个个仙人拿着剑，剑光凛冽，我害怕，手一直在抖。提笔忘字，李仙云伸手，自然地拖住我的手指，签了字。你不必拖延时间，也不必执着于我。和离后，李仙云让人拿出一个宝箱，里面传来响声。见我疑惑，李仙云淡淡的解释：送你的灵宠可以看家护院。前天家里的守门狗老死了，小狗陪我长大，陪我蹒跚学步，陪我走夜路。它守住家门，现在变成了坟包一座。我哭湿了枕头，怕以后孤孤单单，没了伙伴。李仙云安慰我，以后有他在。望着装了灵宠的箱子，我以为李仙云还想着我们的过往。我想努力从他脸上找到一丝不舍，可李仙云放下箱子就走了，一次也没回头。一群仙人踏出我的小院，他们踩坏了篱笆，剑气砍掉了我和李仙云一起种的花草树木。李仙云今日刚搭好的鸡窝也散架了，母鸡到处跑，
一片狼藉。李仙云被那个白衣姑娘拦着，她指着我，小声说：“为何不现在正道？他不过是凡人，动手会轻松很多。”李仙云皱眉打断：“他不行。”“谁说我不行的？和离了还要说前妻坏话，人品真差。”我气得关了门，盯着李仙云留下的大宝箱，心里空落落的。算了，开箱。这么有钱的仙门，不知道给我留了多少宝贝。他们说的没错，我就是俗人一个，不然也不会把李仙云从野狗嘴里抢过来，扛回家当免费劳动力。用仙人暖了3年床，我也不亏。等打开箱子，白光一冒，里面没有金银财宝，只有一个8尺高的男人。他一头银发，容貌近腰，脸色有些苍白，笑容傲慢。李仙云把我送给你，想必你是什么狠角色，有什么招数就拿出来。结！我用手帕堵住他的嘴。我冲出房门，想问李仙云这是何意？刚和离就给前妻送男人，是否有些贵重了？能送一个，怎么不多送一个？一群仙人骑着剑，像大雁，早已掠过长空。我追着喊：“李仙云，李仙云，箱子里的东西你真送我啊？这个8尺高、容貌屹立的男人真的给我吗？”隔得太远，那群仙人在上面笑。李仙尊，这农妇不舍得你，一路追过来，都掉眼泪了。啊，他摔倒了，孽缘罢了。李仙云冷着面色，捏紧了指节，不去看地面上蝼蚁大小的人。剑飞得更快，我跑累了，见好就收。我们老实人是这样的，收到大礼要反复试探几次，生怕对方后悔。连过年讨红包都要反复拒绝，但口袋一直开着，让对方放进来。娘教过，这样显得有家教。我想到箱子里的新男人，连忙回家继续拆礼盒。可赶回家，傻眼了。男人躺在地板奄奄一息，手里抓着我的母鸡，准备塞进嘴里。他冷笑：“你这招好狠毒，想饿死我。”第10碗鸡蛋热面端上桌，母鸡捂着窝，扇了我一巴掌。我看着男人喝完面汤，他的嘴唇有了血色，开始自我介绍：“我是不祥之兆，你们最恐惧之物。”我抖了抖肩膀，贫穷。我是魔尊沈兄。我没想到李仙云如此嚣张，居然把封印的魔尊送给我。传说中魔尊能丹，手引雷劫，是桀骜不驯的大魔头。想必李仙云已经调试好了，才送我的吧。我光明正大打量这份礼物，肩宽腰窄。沈兄穿着李仙云的旧衣服，不太合身，撑得胸膛大露。正中间的一道贯穿的疤是李仙云砍的。我担心影响干活，问：“你被李仙云打成这样，5条腿都健全吧？”“没关系的，缺了我也不介意，能看门也很可爱。”沈兄眼中带了恨意。李仙云算什么正道？他们仙门9000人，趁我洗澡围剿我。我皱眉：“那你被这么多人看光了，这点我介意。”沈兄气得耳根发红，吐了一口血。他似乎想到什么，盯着我一脸戒备。看来你很强，只用寥寥几句就能攻击人。说，你想要做什么？外面天色暗了，明天是秋收第1天，我要留着力气干活，打着哈欠钻进被窝睡觉。迷迷糊糊中，沈兄走近，用掌心给我脖子取暖。好感动。我搂着他的手，凉冰冰的，习惯性的放到怀里取暖。以前李仙云的手总是冷冰冰的，我就是这样暖热的。被窝很大，我把爱虫也拽进来。喂，你别想攻击我。沈兄一直挣扎，像炸毛的恶犬。我扇了一巴掌。别闹。果然安静了，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。他僵硬的像一根棍子，躺在旁边开始嘶吼、颤抖、尖叫，全身抖了好几次。天亮赶去秋收。我骑牛车，沈兄跟在一旁，眉眼凶神恶煞。谁看他一眼，无论老弱病残，他都冷笑。你们给我等着，你也给我等着，还有你。我敲了敲他的头，让沈兄专心割麦子。可隔壁的老头都打理了1亩地，沈兄在地里站着，纹丝不动。我叹气，李仙云1分钟就干完了。他还会替我撑伞、端茶倒水、捏手。
没事的，你继续休息。李仙云毕竟是天之骄子，你比不上她很正常。男人喜欢比较，又心胸狭隘。我心里默默倒数，3、2、1。听完这番话，沈兄面无表情，抬手一瞬扫光了整片麦田。我只用3秒。他神色傲慢，比他快吗？可沈兄把全村的麦子都收进我筐子里，全村人都看过来，瞠目结舌。我一家家赔礼道歉，他们望着沈兄叹气：你前夫贤惠顾家，又省心，怎么偏偏就走了呢？我们真想念他，他能给猪接产，修筑水坝，还能止小儿夜啼。这位花瓶我就不说了。沈兄气得回家只吃了3碗饭，我怎么可能比不上他？似乎激发了什么神经，他开始处处和李仙云斗气。魔尊蹲在房里，翻着李仙云之前买回来的书，认真学习。小猪的产后护理、水利工程修筑图鉴、夏晕小孩子的灵异怪谈100条，如何做好一个好夫君。我悄悄地掩上门，不能打扰爱宠的自我提升。可走出院子，就看到一列仙人御剑飞来，为首的正是李仙云。她仙气飘飘，落在我的篱笆外，不往前踏一步。陈姑娘，我恰好路过，上次送你的灵宠可还乖巧？我笑着摆手，揉着刚进了飞虫的眼睛。它很好，谢谢你。李仙云的目光掠过房间，那是3年朝夕相处、耳鬓厮磨的小空间。又看见面前的女人红了眼睛，心脏间有股说不明道不清的色意。我注意到李仙云皱眉了，她望着我，居高临下，又露出了仙人的怜悯。我连忙想证明自己没了她过得也很好。我指着重新修好的围栏，仙人之前砍断的花草树木，我也通通重新种了。母鸡的窝也搭好了，而且房里还有个勤奋念书的爱宠。我忙着拽住李仙云，带着小小的炫耀。对了，你送的灵宠会看书认字呢，它很通人性，又听话，你进来瞧瞧。李仙云似乎在回忆，灵宠长约8尺有余，毛发浅色，性格还算温和。我点头，对，但脾气不太好。怎么会呢？李仙云像从前那般，语气温和地解释，这灵宠我驯服过，性格乖巧，现在还会定点如厕，从前他不会的。堂堂魔尊，以前会乱上厕所，好丢人。见我憋着笑，李仙云继续低声说灵宠的坏话。他还不喜欢洗澡，那今晚得洗一洗了。你要每日带他散步，不然他精力太旺盛，夜里会闹到床上，像孩子。我送你一条束缚灵宠的绳子，夜里拴在门外。我准备推开门，让李仙云看看正在学习的爱宠。仙尊，陈姑娘还在打扰您。赶来的仙人是上次的白衣女子，是李仙云的旧友。她一脸不满，近来雨灾，仙尊忙着救人，你还借这些杂事找他调情，一条畜生怎么和人命相比？李仙云才恍然大悟，挣脱了我的手。他重新退出了院子，拉远彼此距离。陈姑娘，我有要事忙，不能在这种小事上耽搁时间。爱宠的事情，你不必刻意拖延我，只需要像对待普通狗一样，多揉它，多鼓励它即可。就这么简单。不早说，我可是养狗高手。我毕恭毕敬地朝前夫道谢。谢谢仙尊，我不打扰您就苍生。李仙云怔住，望了我一眼，似乎对这个称呼不习惯。我拿着他刚送的狗绳，急着给爱宠戴上，也没注意到李仙云回头看了一次，又一次。进屋时，魔尊蹲在地上，埋头在看如何做好一个好夫君。他看得耳根通红。这本是李仙云买的册子，本来想烧了，但留给爱宠学习也不错。我蹲在沈兄身后一起看，沈兄自言自语，盯着上面的小人。这有点夸张了，这是人能做到的吗？我点评道，李仙云能做到，应该也不难。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沈兄煞白着脸，把书藏进怀里，他结结巴巴，又开始比较。那我也可以，我肯定比他厉害。男人的比较心太重，挺好的。我把绳子绑在爱宠的脖子上，他红了眼，骂骂咧咧的想挣脱。
我说李仙云能带10根，沈兄立刻不挣扎了。对了，衣服你脱一下。沈兄红了脸，咬牙切齿，果然，你是要对我做那种事吗？李仙云3秒就脱了，你行不行？等魔尊一光，我把他丢进了浴桶。李仙尊和我说了，你以后不要到处乱拉，每天要洗澡。如果不乖，我就打你的臀。我忙着去喂鸡，听到身后恼怒的咆哮。你们敢羞辱我？人类，我要毁掉你重视的东西。首先，我宰了你的9族。我是孤儿。沈兄快速地说了一声对不起。他又说要烧了我的钱。可我没有。那我要毁了你的爱人。最近也没了。魔尊满脸震惊。你没家没钱没对象，一无所有，简直太强大了。那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我咕咕咕的喂鸡。母鸡，新收的麦子，再加上你，都是我重要的东西。哄狗的话，我常说。魔尊结结巴巴，不断深呼吸，手段了得。那日后，沈兄安静不少。李仙云教的驯服方式不错，只是爱宠总用复杂的目光看我。我扎个头发，他红了脸，雕虫小技。我到街市替他买衣服，沈兄又自言自语，能把1两砍成1文，这女人不容小觑，恐不如斯。夜里让他给我泡脚，沈兄一脸愤怒，别以为我会屈服。对了，水烫吗？甚至夜里还会主动暖床。沈兄在被褥里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你在被子里放了什么毒药？我的腿软了。我不理会爱宠想什么，只在乎他能做什么。务实的老实人是这样的。作为奖励，我每天遛他，揉脑袋，给他打理毛发。狗喜欢晒太阳，我就带沈兄在麦田附近散步。我还随身带了袋子，对着他吹口哨。沈兄皱眉，干嘛？如果你要那个，提前说一声哦。我们要争取绿色乡村称号，不许你随地大小便。沈兄瞪大眼睛，挠下巴。你如此关心我，那我勉为其难陪你100年吧。可没等100年，有人半夜闯进院子。那人推门大喊：尊上，属下来迟。黑衣人看到魔尊在洗女子的肚兜，他红了眼，吐血跪下，大喊：尊上，让我来替你受辱。沈兄牢牢护住了洗衣盆，你做什么？滚！黑衣人又朝我跪下。你可以折辱我，但不可以折辱我们的王。我在摇摇椅上爬起来，满脸诧异。乖宝，这是你朋友吗？坐下来喝杯茶吧。黑衣人又尖叫。尊上，您的称号是不祥之兆，3界最恐惧之物啊。他怎么叫你乖宝啊？看来这女人实力在李仙云之上，所以您忍辱负重，卧薪尝胆。属下先撤了，等我回来助您破顶。他转身跑路。沈兄怒骂，随手关门啊。黑衣人回头轻声关门。隔天，我抓到藏在鸡窝里的黑衣人，他是沈兄的副手。副手声泪俱下，劝我放走沈兄。我们的尊上早也用功，晚也用功，才当上了王。您放走他，我来当您的奴隶。前任魔尊每天给继承人们下毒，火烧、冰冻，丢进炉子烤来玩。我们尊上很强，比他们都厉害，才活得最久，才成了魔尊啊。他在您的院子里洗脚、晾衣服，您不觉得屈才了吗？我犹豫道，可他每天挺开心的。他每天都在强颜欢笑，王怎么甘愿在这里？不信的话，您放他走，看他愿不愿意回来。也是，要不是被李仙云驯服，被绳子绑着，魔尊也不会待在这里吧。我的小也不需要浪费劳动力，别人比我更需要他。副手红着眼眶哀求，我最怕别人掉眼泪，连忙答应。行行行，我让他走。等沈兄扛着锄头回家，我喊他陪朋友去集市逛一逛。沈兄把脖子上的绳递到我手里，警惕地问：又干嘛？黑衣人灵机一动，随手指着晾衣杆：尊上，陈姑娘想要买衣服。我望着他指着的肚兜，沉默了。沈兄却若有所思，红了脸，原来如此。对，我们走吧，尊上。我把前夫送的爱宠放生了。吃饭时，我给沈兄留了一锅饭。夜里，沈兄没回来，饭在锅里，热了又热。
第二天他也没回来，第三天也是，认家的才会回来，强扭的瓜不甜。我一个人喂鸡，收集麦子，夜里黄鼠狼来偷鸡，我一个人也能对付。我不需要沈兄，也不需要李仙云，毕竟以前我都是一个人。半夜，院子的鸡在嘎嘎嘎叫，我迅速起身去看，以为谁回来了，可脚站不稳，地动山摇。夜色里传来泥土滚落的声音，林子发出沙沙声，连续的雨让山体在滑落。夜里大家都在熟睡，我急匆匆地敲锣打鼓，山要塌了，快跑！村庄里陆陆续续亮灯，孩童啼哭，还有狗叫声。半空传来铮铮的剑鸣声，听令，护住老弱妇孺，是李仙云的声音。天上划过仙人的流星剑影，不断有仙人把倒地的儿童抱走。我不由得松一口气，幸好李仙云恢复记忆了，没有被困在这小小的地方。我顺着人流逃生，看到有人抱着家里的牲畜，我才记起家里的鸡笼还关着，那是李仙云割麦子第一名送我的母鸡。我连忙逆着人流冲回家，有人喊：走吧，牲畜而已。巴掌大小的小鸡，李仙云和我一起养大，他们勤勤恳恳，每天都努力产出鸡蛋。当初丢了一只母鸡，是山里黄鼠狼叼走的。李仙云冷着脸，第一次发了怒，他用树枝砍了半座山，把鸡找回来了。我跌跌撞撞，连滚带爬冲回家里，把鸡窝打开，鸡们四处逃命。可来不及了，黑压压的泥裹着腥臭味扑过来。我看到半空上的仙人，李仙云望着芸芸众生，目光一刻也没有看向我们昔日的院子，也没看到我。我的呼救声被压住，一只手掌冷冰冰地抵在嘴上。你想喊谁救命？啊，爱宠回家了。夜色里，沈兄神色很阴沉，他左手救了一只母鸡，右手捏着我，在我嘴上又啃又咬，啃得我怕了。别，你把我丢了，就为了给李仙云腾出位置。我哪里比不上他？那天沈兄买完五颜六色的肚兜，副手又哄着他回家带点特产，一来一回耗了些时间，最后副手才揭穿真相。尊上，我把您救出来了。沈兄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被丢了。他气得赶回来，就撞见这两人情深意切的画面。见怀里的人发呆，沈兄怒问：我和他谁厉害？说话！沈兄手指一动，滑落的山逐渐复原，村庄再重塑，麦田也重新复原，麦浪如波。他和我额头对额头，一双眼睛瞪圆了，逼问：说啊，谁厉害？你！有人在喊。谁在逆天道而行？是魔尊的气息。他不是被李仙尊封印了吗？沈兄发出桀的笑声。他卷着我的鸡群和我跑了。魔尊抓走一个俘虏，还有一群母鸡。剑上的人影微微一愣，可还有苍生在等他。所有人望着他，他不能失态。魔尊把一切复原了，无需灾后重建，也无需处理灾后的瘟疫。李仙云只剩一件事要处理，村中300余人全部幸存，只有1人和一群鸡被卷走。陈玉妍，他曾经的发妻，而那群母鸡是他和妻子的定情礼物，只是身份特殊，仙门禁止他参与处理。他们问，这前妻何时和魔尊有联系？是否是为了报复？是否是因为私人恩怨？李仙云又一次跪在长辈身前，又领了则仙鞭100次。和先前破戒一样，和陈玉妍的3年散了他的道心，要么杀妻正道，要么挨鞭子。一道鞭子相当于1次雷劫，李仙云选了后者。等他醒来，同门递过来一封红色的请柬，陈姑娘写给你的，只能由您亲启。有人在讥讽，果然，这个农妇勾结了魔尊，是为了逼李仙尊堕下凡尘吗？喜帖都送过来了。这妖女想要逼婚吗？仙尊，万万不可啊！李仙云听说过这类的话本子，他心跳有些莫名加速。如果陈玉妍逼着自己，何尝不可？私心在胸膛里酸胀。李仙云打开信，果然是喜帖，女子的字迹灵动，带着她的痕迹。恢复记忆前，李仙云亲手教妻子写字，
一笔一画，字迹像他，也是理所当然。李仙尊，展信家。李仙云盯着这个称呼皱眉，他往下继续看。谢谢你送的宝箱，里面开出的男人变成我夫君了。感谢您，我们成亲了。他要表演后空翻，感谢你，你要来看看吗？不来也没事，他说不欢迎你。旁人看到仙尊的神情僵住，他脸色煞白，取出了万千宝箱。他当初将魔尊封在其中一个，留下补偿时，李仙云怕被纠缠，也没有检查，因为灵宠是犬类。可他忘了，魔尊沈兄也有犬妖血统，而封印魔尊的箱子，他能开，命定的伴侣也能开。仙人们看着李仙云捏皱了那封喜帖，眉目都是冷意。仙尊，您不要以身似魔啊！仙尊不要牺牲自己。李仙云平生第一次撒谎，他努力维持平静，说道：信上让我去，我不得不去。魔尊忙着养鸡，他封了魔界的通道，又单方面写了3界友好合约。有人不服，但打不过沈兄。我惴惴不安，等李仙云的消息，等了等，没动静，心就安了。我和沈兄一起搭房子，院子种上树木花草，还有鸡场，没人来打扰我俩的生活，挺好的。一个普通的早晨，有只调皮的母鸡跑了，我找过去，发现它在溪边溜达，踩在一个人身上，拉了一坨白色。啊，对不起，您没事吧？这坏鸡，我回去关它禁闭。把人翻过来，发现是前夫。李仙云缓缓睁眼，目光温润。妍妍，我怎么会在这？他抱起母鸡，又笑着抱住我，双臂勒得发紧。我们总算找到他了，回家吧。李仙云的记忆回到了劈山找鸡时，只记得我们是夫妻。他跟在身旁，牵上我的手。我想挣脱，李仙云睫毛微颤，声音委屈：妍妍，我疼。他应该是从剑上摔下来，脑子摔坏了，现在连剑也不认识，就随意丢在地上，当成破铜烂铁。还是我替他收起来，一步步往屋子走。越过篱笆，走进院子，李仙云望着晾在一起的衣服，男女的裙带缠绕。一阵风劈过去，悄悄地斩断了带子。他撇开眼神，嘴角依旧带着笑，仿佛院子的男主人，熟练地开始劈柴。昨晚才和你说要整理院子里的柴火。我接过他手里的斧头，把那张和离书找出来，恭恭敬敬地说：仙尊，你贵人多忘事啊，这是当初你让我签的。李仙云接过来要看，却不小心掉进水盆里，墨迹晕染，看不清了。他弯着眉眼，语气带了些无奈：妍妍，你以往都喊我夫君，现在闹什么脾气？我打量李仙云，他没有一点破绽，就像过往的3年，仿佛一切都没变化。可一切早变了。我把和离书打捞起来，认真地摊开。你看，勉强能看出和离2个字，还有我们的名字。一口血吐在纸上，和离书彻底看不清了。李仙云抹着嘴角，疼得皱眉。我头好疼，先回房里休息，等我们冷静下来，再好好聊聊，可以吗？头疼，你吐血做什么？他跨步走向主卧，我来不及阻止。李仙云推开门。魔尊昨晚熬夜学习，赖床中，听到响动，沈兄从床上蹦出来。他换上了一套见不得人的衣服，用发带蒙着眼睛，把自己打包成礼盒。没想到吧？生辰惊喜，快点来拆。李仙云扶住门框，他手指掐得惨白，嘴唇抿紧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晕厥。我望着沈兄身上的绳子一根根掉落，闭上眼，不敢看。李仙云撕了魔尊的眼罩，胸膛气得起伏。第一次说了脏话：你是哪里来的小官？该死的狐妹子，别脏了妍妍的眼。他上前要赶走沈兄，可身体却像断线的风筝般飞出去，摔在床上，滚在鸳鸯红被上。李仙云捂着胸口，神色破碎。他伤了我。混乱中，他在被褥里扯出男女的贴身衣物，惨白着脸，彻底昏了过去。沈兄咆哮道：我还没动手。我赶紧去摁李仙云的人中，可魔尊却红了眼眶，声音颤抖：你要他不要我？他们说的没错，朱砂痣比不上白月光。
我要撕了这天。可我长嘴了，和沈兄解释来龙去脉。李仙云受伤失忆了，你刚和三界谈和，如果李仙尊死在我们这里，不合适。沈兄黑白分明的眼睛思索着，你好爱我啊。我知道一个地方埋人，能掩盖气息，掩人耳目。人没埋，放在客房养伤。沈兄主动揽活，每天照顾死对头，我很欣慰。转身就看到沈兄悄悄地去鸡窝里给药里加了料。喂药时，他用力扇李仙云的脸，张嘴啊，前夫哥，你还没死吗？真可惜啊。见我黑着脸色，魔尊横眉倒竖，怒骂，这前夫脸皮真厚，还用脸打我的手，你怎么还骂我？我手都红了，我要闹了。我把沈兄丢出房间，够了，我来吧，不然人死得更快。李仙云醒后总说处处都疼，脸疼，心口疼，头疼。妍妍，你以前亲我就不疼了。我端着药叹气，仙尊，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我受你恩惠，延年益寿是天大的福气。我没给你磕头，你又给我送了补偿，我应该感谢您。这是当初李仙云离开时，他身旁的人的提醒。那时候他没有反驳，只是怜悯地望着我，说在我身边浪费了3年。可现在李仙云又捂着耳朵说，对不起，我耳朵也疼，听不清。失忆后的李仙云无耻了一些，他逐渐能起身活动，和沈兄竞速抢着洗衣服、做饭、劈柴，连身上的伤疤都要比。沈兄指着自己胸口的疤，当初你偷袭我，你们9000人，不过给我一道小疤痕。李仙云扯下外衣，背后的伤痕一道道。可他说忘了疤痕哪里来的。沈兄耿直，也露出后背，我后面也有，虽然比不上你的大，那是我昨夜挠的。2个人争论时，有人来报，外面有人来了，他们要求放走李仙云。我纳闷了，明明是李仙云不愿意走。我偷偷见了来人，为首的是李仙云的旧友白衣女子，见我呵斥道，你和魔尊勾结，逼婚李仙尊，可恶的妖女啊。我也大概猜到，原来是李仙云在装。我答应把人送出去，女子又红着眼眶，怕我后悔，居然单膝跪下。陈玉言，当初李仙云拒绝杀妻正道，宁愿挨鞭刑饶你一命。这次你和魔尊狼狈为奸，他也为了你的声誉又挨了责罚，求求你饶了他。明月应该高悬，不能落入尘土里。说起道德绑架，我也有话要说了。我撩起了手臂，当初从野狗嘴里把李仙云救回来，留下的疤痕狰狞一片。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舍命救过他，现在两清了。你说我是尘土，他是明月，但在我成为孤儿前，我也是家人的宝贝。转身走时，那女子追上来，递过来一瓶灵药。对不住，当初我说了很多气话，这药能抹去伤痕。我接住了，也没客气。回到院子，李仙云早早就守在门口，站四松，盼着我回家。沈兄已经冲过来，把脖子上的绳子递到我手里。嘿嘿，李仙云却冷了脸色，不愧是有犬妖血统的魔尊，摇尾乞怜。沈兄冷哼，汪汪汪，我是他的宠物，那你算什么？李仙云不服输，轻声说，我也可以是。我递过去一杯水，别吵了，喝吧，你辛苦了。李仙云仿佛获胜，对着沈兄勾起嘴角，捧着我的手，喝下水。等喝完，我才提醒，水里放了恢复记忆的药，是来找你的仙人给的。记忆恢复了吗？李仙尊，仙人们说，近日有灾荒，天下苍生等着您回去。这世上可以少了陈玉言的夫君，但少不了李仙尊。李仙云怔住，他沉默良久，在抬眼时恢复了淡漠的表情。抱歉，我逐渐记起来了，这些时日打扰了。李仙云一步步走出院子，沈兄立刻扑上去把门锁了。其实那只是一杯普通的水。李仙云被拉住了裤脚，陈姑娘，你还有什么事吗？要我带你离开这里。他回头发现是一只母鸡咬住他的裤子。我心情好，想赶紧送走这位客人，客气地摆手说，
我不会离开这里，你带一只母鸡走吧。李仙云道谢，真抱起鸡就走了。没想到这鸡成了大麻烦。后来天下安定，李仙云有了理由借机送信。今天说鸡感冒了，明天说鸡生双黄蛋了。我想起李仙云当初说的，一一回信。仙尊，你多关心天下苍生，不要只盯着一只鸡，不用刻意用母鸡来打扰我。我还有事要忙，不然我的夫君会不开心的。李仙云没有再回信。后来传闻，仙尊养的母鸡死了，寿终正寝。仙尊爱世间的万事万物，他为母鸡立碑，大雪天又在坟前为一只鸡落泪了。沈兄对此评价：真做作，还不如做点实际的。他让母鸡们修炼成妖，一只只已经离开家。百年转瞬，收完最后一次麦子，我撑着脸看沈兄和隔壁田里的人吵架。魔尊，您怎么削了我的？又怎么了？谁叫他们比我的？子高，夫人啊，您说说魔尊啊。阳光正好，我犯困了，也舍不得喊沈兄，两眼一闭就睡了过去。等下次见面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呢。午饭时就见面了。早上吃太多馒头，有点发饭晕。醒来时躺在沈兄的后背，他一颠一颠地往我们家里走。忘了说，沈兄本来也不是什么好料，他扒拉自己的寿命强塞过来，又跑去三生石上划开了李仙云的名字，只留下自己的，大喊着什么铲平天道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沈兄天不怕地不怕，被雷劈也不怕。你看我是不是比他厉害多了？对，你最厉害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